今天啊，我们不讲热门新闻，我们讲3件啊，本来有可能成为热门新闻，但是被有关部门英明决断，很早就把这些新闻掐死在还没有成为热门新闻之前的新闻。第一件呢，就是有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他生病了，他的名字叫佟正维。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有点陌生，但我接着来给你讲，您就知道了。编辑部，他是编辑部故事中间那个牛大姐的扮演者。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呢，基本上都看过编辑部的故事，这当年是王朔的3部曲中间非常有名的一部啊。在这个王朔的编辑部故事里面，有这么几个人物，男1号李东宝，葛优演的；女1号吕丽萍，是吧？演的葛玲。然后他又安排了2个老年的角色，一个就是这个牛大姐，还有一个就是老刘。这个牛大姐和老刘呢，是这个节目过程中这个片子里面的相对比较反面的人物，它代表着那个改革开放时代单位中间因循守旧观念落后的那批老年人，他们对年轻人呢做事情看不惯，同时呢张嘴就是各种各样的主义原则但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呢，往往又自己也特别在乎，就这么一个群体。男的呢就叫老刘，女的就是牛大姐。这个牛大姐呢的扮演者就是我今天讲的佟正维。但前不久呢，他生病了，他由于这个上海的封控呢，病情受到了耽误。然后呢，他们家人好不容易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医院那里面也是一片狼藉他最终呢在医院抢救过来之后就住在走廊里。他的儿子名叫马良，神笔马良的马良，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他母亲的这个过程。我今天要讲的这新闻就是这件事儿。马良呢，其实也是挺有名的一个小有名气的摄影家吧，但是当他母亲生病的时候呢，他显得特别的无力。他讲他说现在的医院呢就是人间地狱。然后呢，那些医生们因为特别累，从方舱医院撤下来之后对每个人说话都特别冲。自己呢，由于自己的亲人在那看病呢，他说又没有办法，每一个亲人都是人质。他在写的这个帖子中间有一句话我特别触动，他说他妈妈也就是佟正维也就是编辑部故事过程中间那个牛大姐就把他自己拉到耳边说，他说儿人生美好的日子就像一瞬间就过去了，但是我现在每一秒钟都像一整年那么漫长。说完话，眼泪就止不住了。后来这个马良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他妈送到了一家私立的康复医院。他说那里头最起码人可以过得有尊严一些。他的这篇帖子写出去之后没多久就被咔嚓掉了，然后马良本人呢的微博呢也被禁言了。这样的文章你们也删，你们心里到底是怕什么？他的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自己的孩子的幼儿园破产了，需要重新去找学校去上学。他就在问他在他自己的文章最后问，他说这就是你们追求的大国复兴吗？什么叫做民族复兴就像咱昨天说的似的，他说要每一个人活得有尊严。当他看到他自己的母亲在医院里头饱受折磨的时候我想他对这个上海的封控，对我们的防疫，对整个这个国家目前正在执行的这些政策，他有话想说，但是不让他说，他说出来之后也会把他掐死。我为什么想讲这个故事呢？其实我并不是单纯的想讲牛大姐的遭遇我是想在这个故事中间讨论这么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这个防疫的政策到底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到底付出多大的代价？从整个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讲，这是不是一个所谓的经济的方式，是不是一个值得的方式？过去我每次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都说
那你不采取这种方式，那美国当年这个由于不管死了100万人，那你觉得哪种方式更好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就是携程的老板叫梁建章，这个人呢前一段时间也被禁言了。这梁建章创立的这个携程这家企业啊不怎么样，我对这携程这家企业印象很糟。但是梁建章这个人呢，本身呢他是一个学者型的老板，他这个企业虽然不怎么样啊，但他平时的主要兴趣不是管他这家企业，而是自己呢做一个怎么说类似于学者的工作。他过去啊孜孜不倦的在公众上发言的一个内容，主要是反对计划生育。大家可以翻一下他过去的言论啊，多少年以来，他一直主张要赶紧放开生育，让大家生孩子。其中有些观点也有点耸人听闻，比如说他说，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可以先结婚，先生孩子嘛，什么什么之类的啊。然后生一个孩子，国家奖励100万，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言论啊。但他在今年2月份和现在，他写了2篇文章，都是针对现在的防疫措施的。他2月份写的那篇文章呢，其实主要的意思跟后面4月份写的这篇文章的意思大致相同，但是呢，2月份写的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个定性性质的，而4月份写的这篇文章呢是个定量描述的分析文章。这篇文章现在也已经被全网删除了，而梁建章本人也被禁言了。我呢，第二个故事就想讲梁建章的这篇文章中间的一个主要观点。我认为梁建章这篇文章啊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他就是用量化的方式来衡量我们现在的这种防疫政策啊到底是合算还是不合算。因为我们在讨论所谓的防疫政策的时候，过去所有的讨论基本都是定性的，要么呢你就是用一个所谓的生命至上的价值观来讨论，但是梁建章呢，他通过这篇文章把一个防疫措施所有的这种投入产出啊都量化了，通过量化来计算，最终计算出来的这个结论，我可以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目前的这种所谓的防感染的这种方式呢，从整个社会的，从生命不说这个经济，从生命的角度来讲也是不合算的，从经济角度来讲也是不合算的。他怎么论述的呢？他说 GDP 的增长和降低跟人的预期寿命之间有非常强的关联性。GDP 每降低1%，人均寿命啊，预期寿命减少5天。这一点其实也好理解啊，经济增长上去了，人们会有更多的钱去看病，改善生活，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如果你的 GDP 大幅下降的时候，那你显然呢，你就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甚至去看病，对吧？所以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当时前苏联在崩溃解体的那几年啊 ，GDP 大幅下跌啊，导致了整个前苏联地区人们的预期寿命降低了2至4年。而我们国家呢，他说2010年跟现在相比啊 ，GDP 呢大概2010年的时候相当于现在的45%，而预期寿命呢也比现在大概要减少个2到3年。所以他的观念就是说，你 GDP 如果减少了，人员的预期寿命也会减少，也会增加很多死亡数。说白了就是这个因素啊。所以呢，他说你现在封城这种方式啊，会导致 GDP 的大幅下跌，这点没疑问啊。比如说上海，他说你上海封1个月，会导致全国的 GDP 啊总量有可能下降4%，而深圳封城1周，直接经济损失600到700亿 GDP 啊。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要考察这个所谓的防疫政策啊是不是的核算，你就得算什么呢？你就得算你现在通过清零这种政策节约下来的那种人的死亡率、死亡数和 GDP 下跌增加的那种死亡数相比，到底是哪一个更多，哪一个更少？只有这个因素综合在一起算出来的时候，才是一个真实的数字。就比如说，
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佟政维这个演员，他因为防控所导致的看病看不了，然后呢，有可能正常的状况，本来死不了的病，结果更严重了，本来可以活到90岁，现在活到87了，那么这就是损失啊。那么这个损失在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防疫的措施中间，你是看不见的，你是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那个我们官方公布的所谓的由于动态清零少死多少人。所以梁建章的核心观点就是说，我们要算你经济大幅下跌所导致的这个数字，导致的人的预期寿命的增加，和你动态清零节约下来的这个数字相比，到底哪个合算？他的结论就是这个不合算，这个就现在动态清零的方式不合算。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但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啊。他说早期的时候，就是这个新冠肺炎早期的时候，由于它的死亡率非常高，所以武汉那个时候的封城这个措施啊，应该说是非常正确的。从整个效果来算，他用数字来算一下也是合算的。但是现在不同了，德尔塔之后奥密克戎现在的死亡率大幅下降，他开始用一些其他国家的统计数字啊，新加坡的呀、韩国的、日本的这些数字来看啊，这些国家的奥密克戎的总体死亡率大概在1/1000到万分之一左右，1/1000左右。而这个数字啊，有的地方更低，比如新加坡的统计数字甚至只有5%，还不到1/1000。那么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数字意味着跟我们平时的流感的死亡率是一样的。我们平时流感的死亡率大致就是那么所谓的1/1000。那我们流感的时候，我们每年都来几茬，我们封城了吗？显然没有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适合再用那种封城的方式、动态清零的方式对付它了。你只需要对于重点人群进行加强疫苗接种，进口所谓的有效的疫苗，这个全社会就可以放开了。全社会放开了，如果经济在增长的过程中间，还可以增加人的预期寿命呢。这是梁建章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有没有道理？我个人觉得有，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但可能正是因为他说的有道理，所以他这篇文章被删除了，他也被禁言了，再也说不了话了。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啊！但是我把这篇文章从外网中间把它捞了出来，我今天要用这么长的时间给大家讲一下。我希望我的节目能够被境内的很多人看到，明白这些被删掉的文章中间的道理，其实可能更符合中国今天社会的现实，更符合今天中国今天的防控政策的依据。尽管有些人不想让这些声音被每一个人听到，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些人的声音被听到。只有我们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了这种防控的措施，无论从所谓的经济上不合算，经济上它不经济，从整个社会的治理角度来讲它也不经济的时候，这个政策才有可能变。当然也不一定真能变，如果那个人一意孤行，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是吧？但是至少我们得知道这东西不合理，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它比美国那个所谓的防疫措施，比英国的防疫措施要更对人民群众负责。不是的，因为现在的防疫措施只让你看到了这个局部政策下面的那些死亡率，没让你看不到那些这个政策之外的那些苦难，由于封城，由于动态清零所导致的其他的次生灾害所造成的人的大规模的死亡或者说苦难，你看不到，因为它只给你看到了你想看到的东西。我今天最后要讲的一个故事啊，是上海方舱医院的一个志愿者，前不久他自杀了，他的名字叫赵恒恒。他本来呢是去方舱医院去做志愿者，去上班的第一天就被感染上了新冠，阳性了，然后在接下来的1个月的时间里
他就被隔离，隔离还要自己掏钱。1个月之后，他说我没有钱付隔离费了，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于是呢，就到派出所就发抖音，结果呢，发完抖音之后呢，又被叫到了派出所。他的老板在警察的面前还打了他一拳，他说警察都不管。6月1号那一天，跟他有类似遭遇的上海有几百个这样的志愿者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又被警察里3层外3层的包围了起来，跟他们说不许去市政府，也不许去有关部门那个地方去反映，把他们当做了所谓的不稳定因素。走投无路之下，这个赵恒恒呢就自杀了。他说我们这志愿者中间有人死了，你们总应该在重视我们这个群体中间的利益了吧。他的死很快也被删帖了，文章也没有了，没有引起任何涟漪。但是呢，我又把他的这个经历啊，在今天捞了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因为他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国家中间，在这个过程中死的无数人中间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他的死会不会被统计在因为防疫而死亡的人数中，大概率不会，因为他是自己死的嘛，又不是死于新冠，自杀嘛，对吧？但是他是我们整个这2年来遭遇的这个不幸的过程中间的一份子。人不管是因为什么死亡啊，它都是个悲剧。他们这些人都是我们现在防疫政策的代价，都是代价。我今天之所以要花时间来讲这3个故事，就是想让各位知道，在我们这个看似所谓的合理的这个防疫政策的背后，有那么多我们平时如果不上热搜你看不见的苦难和悲剧。我们只有仔细的聆听这样的悲剧，仔细的端详这样的悲剧，仔细的记住这样的悲剧，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那些政策到底是不是合理。